这个用不了。弄完。那在干嘛来着？挂黄板。看大棚的温度多热啊！刚才我们在这挂黄板，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黄板啊。目的是干啥呢？就是防虫。这大棚里面夏季这个白粉虱是特别多，为了少用农药这一块儿，通过这个黄色的板，用这个白粉虱啊，它对黄色，是非常敏感的，它有去黄性。你看挂了有1个小时了，这上面已经有这白粉虱了，你看，看到了吧？这就是通过物理的方法来防治害虫啊。大棚温度很高，你看我们小哥哥们现在还在那干活呢，我站了一会儿以后，这个汗都直接往下流，看见了没？所以说呢，农业这一块儿是没有说有好条件的。看着很漂亮啊，看着非常漂亮，挂着黄颜色。你看，我不知道大家通过这个镜头能不能看到？你看现在每一个黄板上面都开始沾有白粉虱了，个很小。你看一下，你挂这个黄板，你看一下刚挂过来，上面已经虫很多了，粘的虫，看了没？有看了，是有上虫了。就是白粉虱，都是那个小白点嘛，看见了吧？所以通过这种方法防虫害效果还是非常好的。那再浇一下工作。你这一圈三你这才老差的。今天我们这个大棚开始做这个门帘了，实际上就是做这个防虫网，就是这种材质啊。实际上这个目的就是既可以通风，大棚两头可以风吹过，同时呢是为了防止外面的虫啊进到大棚里边，降低使用农药的这个情况。要是粘多完，粘多完连上装，完了跟着装一段，跟着装。哎，对，老周，我这他是江西的，他听不到咱们这边的方言。宽一点，别再宽一点。对，宽一点没事，千万不能窄了。还不好浇了。要剪的一点都不快。好。工人把这个防虫网做好了啊，挺好的啊。实际上就是夏天的时候用这个门帘，用防虫网做门帘，既能保证通风啊，同时呢也防止外面那个虫害进去。那么我们到了秋季温度低了以后啊，秋冬季节或者早春季节，那么这个门帘呢就换成一个棉被的门帘了。为啥？为了要保证大棚里面的温度啊不能散出去。今年的红薯种得晚，别人红薯都已经开始收了，我看我们的红薯咋样？5月中旬才开始种。行，个小。
个太小了，才开始长。这个太小了。哎，本来想该吃红薯了，这太小了，太小了。这红薯还得1个月，至少1个月，也就是现在是8月底，到9月底。因为红薯没有说成熟不成熟这个只是说你想想红薯结多大块儿，因为我们种的是一个那种鲜食红薯。所以说呢，一般红薯块要求的个不让它长那么大，但是像这样的太小了，这只能当成小红薯去卖，没人要。所以说这个红薯呢，还需要的甜瓜，看长得怎么样？看这个甜瓜，都长这么大了，非常不错啊！甜瓜今年长得非常不错。你看这个瓜，瓜裂了，看见了没？凡是夏天种这个甜瓜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。没办法，像这个都报废了，长大以后它也会裂得越来越大。看见了没？裂瓜，高温天气就容易出现裂瓜，太可惜了。大棚里面转一圈以后，你看湿了汗。今年的甜瓜还可以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温度高，有个别出现裂瓜了，这就是一个损失。这个棚的南瓜今天开始收了啊，就这种南瓜卖的还不错啊。我们前面一个棚的南瓜收了，卖的很好。你看，这是这个棚的南瓜开始收了。这种都非常标准，这是最标准的南瓜，贵族南瓜，长了一个很丑的样子，起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名字。这个南瓜吃起来是真好吃啊，是目前我接触过的南瓜品种吧，最好吃的，但产量很低。这次是第一次试种，产量很低，但是管理这块也没到位。你看整个一个棚，但是这个棚里面的味儿非常好闻，到处是那种南瓜的花香味儿。我们采用了典型的懒人种植啊，看这病害，因为我们几乎没有怎么管理。你看白粉病都没有用药，没有打过药，几乎是自由生长、野蛮生长。但是南瓜长得确实旺，这个南瓜确实好种。太热了，这里边你看我待了一会儿，工人受不了了，跑出去喝水了。这里边太热。会吃的人呢，实际上这个南瓜花是最好吃的，沾的面糊以后用油一炸，外焦里嫩，是非常好吃的。基本上算了一下，这个2个棚的南瓜，这个新品种的贵族南瓜试种以后，2个棚。基本上会带来4万到5万的收益，这样这个利润差不多，因为管理简单省事儿啊，这样的话你用工成本很低啊。